各位朋友啊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老 A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民族英雄。他的横空出世呢，重创了中国的公知群体们。最近呢，斩杀线火了之后啊，平时就连川普放个屁都尽在掌握的中国的公知沉默了。他们的沉默恰恰说明了他们不是不爱国，只是不爱中国罢了。这要是把美国换成中国，他们还不早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似的扑上去了。过去他们嘲笑简中啊，就是你在那个简中世界要我们睁眼看世界，但事实告诉我们，最害怕别人睁眼看世界的恰恰是他们。公知们绝口不提斩杀线，无非是想能瞒着一个是一个，能骗一个是一个。但是斩杀线这么大动静，他们不提，别人就不知道了吗？别说我们知道了，就连美国人自己都知道了。有个美国红脖子算了一笔账，他们的夫妻年收入1年8万美元左右，怎么着也算是中产了吧？美国中产的标准是家庭年收入53000美元到161000美元这个区间啊，8万算了啊。省吃俭用的话，每年大概能省下1万美元用来旅游，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。但是听说了斩杀线以后，他后怕了。他说只要他们夫妻有一个人失业，要不了1年，他们一家就会跌入斩杀线。这就把他给整的 EMO 了，抑郁了。他说他恨死斩杀线了，以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但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，他之前的不叫无忧无虑，应该叫没心没肺才对。据报道，2023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约为80610美元，也就是说，美国一半家庭只要是遇点意外，要不了1年就会跌入斩杀线。中产都这样了，那中产以下无疑就是在斩杀线上蹦迪了吧？而是这样的例子是俯首皆是啊，多到说都说不完，这真不是造谣，朋友们。我们看看有个做生意的大哥由于投资失败，听信了公知的忽悠以后，润到美国刷盘子去了。对于在美国刷盘子，他是这么说的：美国刷盘子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很多中国人都说我大不了去美国刷盘子，我的建议是你先在中国找个地方刷一下试试，然后再把这个痛苦乘以10倍。他还举了个例子，他说刷盘子中间上了个厕所，出来以后老板娘看着他的表冲他吼，你看你上厕所多久了？5分钟了，别说拉大便了，你吃大便也该吃完了。这要是在中国受了这么大的侮辱，他早就怼回去了。但那里是美国，他没有反抗的勇气，只能默默低下头，然后接着刷盘子。理论上他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晚上9点半，但是12小时工作制只是理论上的，大多要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0点以后，说是刷盘子，其实除了掌勺后厨什么活都要干，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就是干活，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，就连吃饭和上厕所也是定时的，要不怎么会上个厕所5分钟老板娘都要骂街呢？后来他辞职了，倒不是被老板娘骂的，而是累的实在干不动了。在换了几份工作以后，他明白了，那不过是从另一个监狱到别的监狱。有一次他在工地干活，腿给砸伤了，幸好没伤到骨头，但也干不了活了。他本来想吃点强化剂，咬牙坚持，但老板发现他伤了以后，直接把他撵走了。没有处方，你还买不着止疼药，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？从那以后他就彻底自由了，成了一名靠翻垃圾箱活着的流浪汉。对于斩杀线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美国流浪意味着什么吧？至于还能活多久，那就全看造化了。要是命不够硬的话，少则2-3年，多则5-6年，也就这样了，就成了街边的高达了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润人过得惨不代表美国人也过得惨呢？很遗憾，美国人也并没有过得好到哪里去。有个美国妹子
，1600美元一个月租了一个没有卧室的开间，这占了他月收入的2/3。这么算下来，他的月薪大概在2500美元，而他的工作时薪就只有20美元。美国的最低时薪呢，目前是7.25美元到17.95美元，一周工作50个小时。要是没猜错的是，大概他还做了其他的时薪更低的兼职吧。他这样的打2-3份工很正常的，要不然也不会每个月到手只有2500美元啊。他说他现在是完全摆烂了，结婚之类的想都没想过，就算结婚了也生不起孩子。美国是没有产假的，少数是有无薪产假，这哪像中国呀？怀了孕你都不敢开除。他不理解的是，为什么他给他的老板赚了几十万美元甚至更多，但他只能是艰难度日。由于电费太贵，无论冬天有多冷，夏天有多热，连空调都不敢开呀。至于有机食品，他更是想都不敢想，以至于健康每况愈下。妹子说，这就是她的美国梦，没有免费教育，没有免费医疗，没有任何免费的东西。对她来说，食物不是必需品，而是奢侈品，因为太贵了。为了省钱，她从不做饭，只能用廉价的麦当劳充饥。她说，她从小就被教育美国是正义使者，其他的国家都是地狱，而她看到的是周围的人都想逃离美国，只不过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孤立，而孤证不立。首先，这不是个例要是想看的话，你在网上一天能够找到10个8个，而且保证1年都不带重样的。就算是个例，公知小作文里让他们活不下去的，哪个不是个例啊？为了给美国洗地儿，在美国的公知连夜出来辟谣，他们到美国的超市去购物，然后到处嚷嚷物价哪里贵了，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，哪里有斩杀线了？不要睁着眼睛乱说，在美国生活成本是很低的，有时候你要找找自己的原因，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，有没有认真工作？还有人明知故问，说复旦大学的留美博士那位孙卫东流浪了16、17年，他怎么没被斩杀呢？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，大多数流浪汉只能活3到6年，不代表所有的流浪汉只能活3到6年。这就好比大多数人的寿命在80岁左右，但也有100多岁还健在的呢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一个复旦大学的博士在美国只能流浪，难道他们还很自豪不成吗？要不说公知们既蠢又坏呢，主要是坏。幸存者偏差都没听说过吗？美国人都说活不下去了，要他们来自作多情吗？他们觉得美国的物价便宜，美国的物价就便宜了。顺着他们的逻辑，以色列在加沙轰炸了2年多，只要加沙的人没被炸死，加沙就没死人了吗？这些玩意儿见不得中国好，更见不得美国坏。对中国呢，他们是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；对美国，他们则是一个人没死亡，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死亡。他们没去白宫做发言人，真是他娘的浪费了。斩杀线的地儿洗不了，他们转而攻击说斩杀线的人，说什么斩杀线这个事情我完全发现了，那些我曾经以为需要被启发的那些傻逼们，他们的心智防火墙是全方位的，他们的逻辑、历史、心理、世界、社会的知识量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。论骂人公知们确实够专业，但是先别管说斩杀线的人如何，美国到底有没有斩杀线呢？公知们全沉默了。美国自然是有斩杀线的，但凡美国的斩杀线有那么一点点夸大的成分，他们还不早就官媒疯狗似的扑过来咬了，说中国媒体在造谣吗？大公知的顾忌多，小公知就奔放多了，他们不惜把心里话都给说出来了。他们说他们之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多留言短转发，是因为哪怕能启发一个渔民都是对民主化有所帮助，这都是演都不演了。他们拼了命的启蒙渔民的目的是在于民主化，早这么说多好啊，何必藏着掖着呢？
该不会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吧？民主化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叙利亚和乌克兰的例子摆在那里呢，别说民主化成叙利亚或者是乌克兰那个死样的，就算是民主化个第二个美国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无非落得个在斩杀线下挣扎求生的下场吗？现在能明白为啥美国送民主上门要用飞机大炮开路了吧？他们的民主是什么货色，他们比谁都清楚，手段的卑劣说明了啊，目的的卑劣。他们的民主要是好东西，还要摁着别人的头要别人民主化吗？美国的飞机大炮对中国都没有用，他们竟然以多留言多转发就能成功，这才是如假包换的傻缺吧。说点题外话，他们说反美也好，说做爱国生意也好，对吧？对美国没有好感，对公知之类的精神美国人就更没有好感，这不是一个应有的态度吗？公知怎么说也是中国人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都想不通。美军来了我带路，对中国最好的就是美国，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之类的话，他们是怎么说得出口的呀？奉劝那些精神美国人，做人最好还是要留点家国观念。中国好你未必会跟着好，但中国不好你肯定会跟着倒霉。你不信的话去翻翻历史，瞪大眼睛看看是否有过例外。没有大国崛起就没有小民尊严。我不是早就给大伙说了吗？一个国家的上限决定了小民的下限，记住这句话吧。点个订阅吧，咱们下集再聊。